嘿，晚上好，我是付小米，在中国合肥向你问好。今天合肥下了特别大的雪，气温也下降了很多，还是希望大家能少出门，还是不要尽量出门。最近因为我关注疫情，也是经常刷手机刷到半夜。昨天的时候，网上的一则消息让我很焦虑。豆瓣上有一个武汉姑娘用日记的方式记录了自己家刚刚经历的一切惨痛。她的日记很快引来围观，电话也是一个接一个的打进来，未经同意的转载和截图很快传遍网络。但这些如潮水般涌来的眼泪和同情让她措手不及。这些电话对她来说，绝大多数也帮不上什么忙，反而经常半夜响起，打扰她难得的休息时间。要知道，他也是个被感染了的需要休养的病人。跟有一些人打电话不是为了帮忙，连慰问也不是，而是为了质疑求证他是不是编故事。姑娘只能选择关上了手机，可是这也意味着那些真正想帮助他的人暂时联系不到他。眼看豆瓣没有回应，电话也打不通，网友在微博发起了寻找这个姑娘的话题。最终人们找到一个不起眼的微博号，经过对比认证，就是那位求助的豆瓣姑娘。在这个账号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经常被称作大侠的演员姚晨。当时已经是凌晨1点多，姚晨给他留言说：姑娘，我是演员姚晨，大姚，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正在想办法联系你，想为你提供帮助，但是你的电话打不通。如果你能看见留言，可以看看我给你写的私信吗？我脑海里脑补姚晨的声音，忍不住一阵感动。姚晨是个热心而又细心的大姐姐，堪称侠骨柔肠。比如在帮助这位姑娘时，她原本可以像往常那样直接转发，但她没有这样做，因为她知道姑娘不想被过多打扰。她原本可以把她想要提供的帮助放在留言里，但她却选择了私信的方式，小心翼翼呵护对方的隐私和尊严。如果说姚晨是流量女王，那么这一次她恰到好处地使用了自己的流量。她利用流量发出有价值的声音，却绝不喧哗，只希望那个失望中的姑娘能够及时听到，获得帮助。而姚晨所做的绝对不止这些。疫情爆发不久，姚晨就和团队的伙伴们分头在家加班，10来天，联系了近100家药企，在无数次碰壁之后，终于采购到2000件防护服，捐给了医院。百忙之余，他从早到晚不停在微博转发求助信息。他帮武汉的一对母女呼救，情急之下只有2个字：救人。他看到感染者中有一位怀孕38周的女士，赶紧帮她扩散，谁能帮这位即将临产的产妇。他听说有志愿者全家被感染，紧急求助，帮帮他们吧。姚晨的做法可能有点傻，求助的人那么多，一个接一个的帮忙呼吁，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这让我想到一个故事。海潮退落，沙滩上搁浅了无数小鱼，拼命地跳鱼。一个孩子弯下腰，把鱼一条一条扔回海里。路过的人看到了，劝说孩子：这么多鱼，你什么时候才能救完呢？不如算了吧。孩子说：不能算了，因为这条小鱼在乎，这条也在乎。孩子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鱼扔回海里，一刻也没有停下。最近很多人引用作家方方的一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那里，可能就是一座山。大自然不经意的一个潮汐，对鱼儿来说都可能是山呼海啸的灾难。是的，就是灾难，我们无需隐晦这一点。在这场灾难里，姚晨就是那个心地单纯的孩子。他可能没有特别大的力量，也帮助不了太多人，但他知道转发不一定都有用，
但万一有用，或许就能救人，哪怕能起到一点点作用，对求助者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一个人在乎，这一个也在乎，他只要看到了，就无法假装没有看到。在诸多女明星当中提到姐姐2个字，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姚晨。不光是因为她长相成熟大气，还有一点御姐范儿，更是因为姚晨经常在微博扮演知心大姐。我常常在各种帖子的留言区看到姚晨的身影。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博主说，他有个粉丝是个小姑娘，遇到了 PUA 渣男，原本美好的约会被渣男搞砸了，渣男却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姑娘身上，说都怪你太胖了，害我发挥的不好。这个姑娘陷入了无限的自我怀疑。姚晨看到后很干脆的留言，抱抱这位姑娘，下次再遇到挑3拣4的渣男，直接告诉他，不是我太胖，而是你不行。网友当时都惊呆了，姚晨也太敢说了吧，形象不要了，人设不要了，偶像包袱也不要了。可姚晨没有什么偶像包袱，她就是那样一个敢说敢做充满正义感的姐姐。她见不得弱小者受到打压和欺凌，也见不得身在困境的人被失望一点点包围。她真的像一个侠客，眼睛很冷，心肠很热，随时负剑飞奔，向需要帮助和鼓励的人伸出手来，喊一句别怕，姐姐来了。正是应了那句话，患难见真情。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儿，我是付小米，明天